看着母亲递来2份一样的盒饭，男孩有些不幸地夺过哥哥的那份，果然表面相同的2份午餐，背后藏满了母亲对哥哥的偏爱。봐라. 뭔데 이거? 누구는 입이고 내는 주디가. 아이고 이 문디 손만. 너는 진짜 자갈밭에 내놓고 살놈이다. 男孩顿时不满地将盒饭扔下，显然已经受够了这种不公平的对待。从小母亲对哥哥就是宠爱有加，对他却一直都是非打即骂。明明是异母同胞生下来的孩子，但所受的待遇却完全就是天差地别。10几年来，母亲有什么好事总会先惦记着哥哥，而他却只能吃剩的穿剩的。也因为从小就生活在这种区别对待下，导致长大后的宗贤性格也与哥哥的截然相反。哥哥为人温文尔雅，学习又好，是学校里出了名的模范生，而他却性情乖戾，桀骜不驯，常常一言不合就大打出手，是老师们眼中典型的反面教材。然而，就是这么大相径庭的2兄弟，却偏偏喜欢上了同一个女生。第一次见到校花那不施粉黛的侧颜，情窦初开的宗贤就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心动，仿佛有一股神秘力量在牵引着他，让他迫切地想要留下这份纯真与美好。可他并不知道，哥哥其实早已对校花心生爱慕，但却因为自卑一直都不曾开口搭讪，只敢将这份情愫偷偷地写进自己的日记里。但与哥哥截然相反的是，宗贤在得知校花是文学社的成员，从来对文学一窍不通的他，竟也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文学社，并且当众对着校花示爱，称自己就是为了认识她而来的。在接下来的文学交流中，当听完校花声情并茂的诗歌朗诵后，他更是下定决心也要写出一首动人的诗歌，以此来博取校花的芳心。可奈何他实在是胸无半点墨，稿纸接连揉满了一地，却愣是连一个句子都憋不出来。而他当众追求校花的事，也引来了另一名追求者的争风吃醋，对方是要与他一决高下，输的人将主动放弃对校花的追求。但追求者明显低估了宗贤的战力，打架对他来说简直就犹如家常便饭一样，3两下便压得对方毫无还手之力。然而也因为胜券在握，导致他过于轻敌，毫无防备下被对方撒了一脸沙子，双眼看不见的他顿时只能抱头挨揍，很快就反过来被摁在地上拳打脚踢。一旁围观的哥哥见到这一幕，连忙不顾一切地冲上去想要保护弟弟，但经验不足的他却只知道用身体去抵挡拳头，没几下也被对方打倒在地。好在这时宗贤的视力终于恢复过来，看到哥哥为了保护自己在拼命地拖着对方，他心底的怒火瞬间被点燃，抄起砖头就照着对方的脑袋砸去。虽然架势打赢了，但这一时之快也让兄弟俩双进了办公室。对方家长一上来就直接给了宗贤2巴掌，还把所有过错都推到他头上。母亲连忙起身道歉，表示会赔偿所有的医药费，可对方却没有因此收敛，反而直言2兄弟之所以会打架伤人，完全是因为从小缺乏父亲的管教。听到对方侮辱死去的父亲，一向老实巴交的哥哥顿时忍无可忍，冲上前就要与对方理论，但却被一旁的母亲给拦下，大巴掌直接就抽在他的脸上。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挨母亲的耳光，他有些迷茫，不明白自己究竟做错了什么。但母亲之所以这样，也是无可奈何。这些年一人拉扯2个孩子真的很不容易，他不想再继续节外生枝，只能选择赔偿一笔高额的医药费了事。回家的路上，宗贤先为自己的衝动主动承认了错误，随后像往常一样静静等待着母亲的责备。然而母亲却一改常态地说道： 다음에도 누가 너희 둘 중에 한 사람이라도 괴롭히면 같이 때려주라. 그게 형제다. 这话顿时让宗贤有些摸不着头脑，想不通母亲为何没像平时那样教训自己一顿。直到第2天一早，母亲将放置很久的自行车拿出来清洗，还要求他以后来去的路上都必须带着哥哥，避免哥哥再遭到别人的欺负。宗贤这才意识到，原来这次是因为有哥哥一起犯错，所以母亲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想明白一切的他不禁又再次有些恼怒。哥哥天真的想搭乘他的自行车一起去上学，但换来的却是宗贤一个大大的白眼。母亲的偏爱俨然已经成为了兄弟俩之间永远解不开的结，而宗贤为了校花与人决斗的事，也已经在学校里传得沸沸扬扬。为此放学后，校花特意找上了他，不仅主动向他表达了歉意，还邀请了他周末一起去参加诗歌朗诵会。早已对校花心生爱慕的他自然不会拒绝，但同时他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难题，那就是诗歌朗诵会的时候，每个人都得上台念出一首自己写的诗。他绞尽脑汁想了一整个通宵，却还是连一个字也没憋出来。这时他想起哥哥平日里最喜欢写诗画画，连忙找出被藏在柜子里的日记本，本想着或许能从中找到些许灵感，没想到却意外发现哥哥也喜欢校花的秘密。基于多年以来对哥哥的嫉妒，他并没有因此产生放弃的念头，而是更加迫切地想抢在哥哥之前追到校花。他偷偷撕下日记本里的内容，凭借着哥哥出众的文采，朗诵会上他轻易便赢得了校花的好感。当看到自己那惟妙惟肖的素描像后，
本就暗许的方心更是对宗贤崇拜至极。只是两人接下来在亲密的一幕，却碰巧被路过的哥哥给撞见。他没有出言打破，选择了默默离开。可回到家才发现，自己的日记本竟然少了一页。联想起刚刚在与校花约会的弟弟，不难猜出自己所写的情书被用到了哪里。满心的委屈顿时无处宣泄，拿起日记本开始不断的撕扯，想要将有关那个女孩的一切都撕个干净。刚回家的宗贤还不知道用情书的事已被发现，依旧像往常一样指使着哥哥帮他做一份宵夜。但向来有求必应的哥哥，这一次却斩钉截铁拒绝了他。望着桌面上被揉成团的一封封情书，宗贤才明白过来哥哥为何会如此生气。想来自己为了爱情背叛兄弟，俨然已经让哥哥伤透了心。第二天夜里，他又再次将校花约了出来，不过目的却是为了与对方提出分手。他不想因为两人的关系破坏了10几年的兄弟情谊，也清楚靠自己的才华完全就配不上对方。于是尽管校花主动开口想要挽留这段初恋，他还是毅然决然选择了分开。终于不用再因为恋爱而苦恼，兄弟俩也渐渐回归到了之前的生活。不久后，同为高3的两兄弟也顺利完成了高考。哥哥依旧一如既往的优秀，考上了汉城的重点医科大学，而宗贤却不幸落榜，被母亲逼着去复读高3。但他深知自己并不是读书的那块料，所以一心只想着尽早出来工作赚钱。然而他这个想法却被母亲一口否决了，理由是哥哥以后必定会成为医大的高材生，当弟弟的最不济也得混个普通大学的文凭，这样才能够与哥哥的身份相匹配。母亲的话顿时让宗贤无言以对，本以为哥哥去了外地读大学，自己便能够独得母亲的宠爱，没想到绕来绕去还是一切都以哥哥为主。而令人感到更加无语的是，母亲为了能够供哥哥念书，把家里所有的积蓄全都投资进了房地产，想着能够大捞一笔攒够所有的学费与生活费。然而高回报却往往伴随着高风险，开发公司因为破产导致无法继续动工，他看好的那栋楼彻底成为了烂尾楼，投进去的钱也几乎可以说是血本无归了。因为这件事，母亲整日变得郁郁寡欢。得知前因后果的宗贤顿时气不过，不仅冲到了开发公司里大闹一场，还把负责人狠狠教训了一顿。但这样冲动的做法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只会给对方留下将他送进警局的把柄。出事的他并没有第一时间选择告知母亲，而是给远在汉城的哥哥打去了电话，叮嘱他在自己坐牢之后要照顾好母亲。却不知这一幕恰好被催收公司的老板看到，对方很欣赏宗贤身上的那股狠劲，不仅出面帮他摆平了一切，还许诺可以先提前给他一笔钱，只要他答应留在自己手底下做事即可。面对这样丰厚的条件，宗贤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下来。他将其中一部分钱交给了邻居，让对方以自己的名义再将钱借给母亲，这样既能够帮助母亲度过眼前的难关，也不会让他知道自己已经辍学加入了催收公司。可让宗贤万万没想到，之前他打了那通电话给哥哥，却让哥哥担心的直接从学校请假回来。母亲见他的好大儿不仅要辛苦的学习，还一边如此上心的兼顾着家里，顿时把手里刚从邻居借到的那笔钱，转眼又花了大半给哥哥买了一大堆补品。宗贤看着母亲的所作所为，当即怒不可遏。他情愿自己忍着牙疼，也不舍花半分钱去看病，却只是为了给一个20来岁的年轻人多买点补品。宗贤忍不住斥责母亲别总是一心只想着哥哥，随后头也不回地夺门而去。他来到一家饭店门口，今天老板安排了他到这来催收一笔欠款，只不过这次的催收目标却是自己的邻居，并且邻居的儿子还是哥哥的发小，这也导致了他收账的时候迟迟下不去狠手，最终不但欠款没有收成，还反过来被邻居打得落荒而逃。而另一边，哥哥在街上遇到之前高中的同学，也从对方口中得知弟弟瞒着母亲办理退学的事。当郁闷的宗贤回到家，哥哥早已在门口等待着他，想要在这件事被母亲知道之前劝他迷途知返。但宗贤早已对读书不抱有任何期望，坚信自己并不是那块料。兄弟俩因为各持己见，顿时起了争执。母亲听到争吵声从屋内冲了出来，却连问都不问便先入为主的认为肯定又是爱惹事的弟弟故意在找哥哥的麻烦，上来就先劈头盖脸的训斥宗贤一顿。这种对哥哥一如既往的偏袒，让宗贤一肚子的委屈顿时再也抑制不住。是他见不得母亲被人骗光积蓄，上门讨回公道，还险些坐了牢；也是他不想让母亲太过操劳，主动辍学出来为这个家分摊压力。然而无论他付出的再多，在母亲的心里却始终都不如什么也不做的哥哥。这一刻，他只觉得自己在这个家多待1秒都会惹人嫌。满腔怒火的他又再次来到欠债的邻居家里，将内心所有的怨气全都撒在了对方身上。哥哥的发小想要阻止他们伤害母亲，却被宗贤用椅子狠狠地砸翻在地。失去理智的他更是丝毫的不留情面，一脚接一脚不断地踹在发小身上。看着转眼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儿子，邻居最终只能拿出钱来还债求饶。然而明明如愿以偿追回了欠款，宗贤却反倒感觉良心有些隐隐作痛。在将钱交到老板手中之后，他还是道出了自己想要退出的念头，并表示会尽快归还之前从这里拿走的钱。
老板听后当即气愤地将烟灰缸砸向他的脑袋，直言自己从未亏待过他，让他最好考虑清楚再做决定。可惜涉世未深的宗贤完全听不出老板的威胁，依旧执意地转身离开，这顿时让老板感觉面子上更加挂不住。一个针对宗贤的计谋也开始在心里暗暗盘算着。而与此同时，母亲也向哥哥袒露了自己多年的心声。其实他并非是对宗贤抱有偏见，只是因为哥哥天生就患有唇腭裂，导致他从小性格就过于自卑，再加上生活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里，使他注定更容易被人瞧不起。为了避免他的自尊心受到无法挽回的伤害，母亲只能将大部分的爱都倾注在他的身上，却没想到会因此让宗贤生出了怨气。听完母亲的话，哥哥主动找到了独自喝闷酒的宗贤，向他解释了母亲并不是有意要那样子对他。借着酒意，哥哥也第一次敞开心扉谈论起了自己的心事。这些年为了给他做唇腭裂修复手术，母亲常常把家里所有积蓄都花个精光，但其实每多做一次手术，他的内心就会多一分亏欠。他觉得与其把钱用来治疗这种本就不致命的症状，还不如用这些钱给母亲看下牙医，或者让弟弟做些他喜欢做的事，这样他也就不用承载如此厚重的爱，不用一直都活在亏欠当中。听到这里，宗贤顿时释然了，也明白母亲其实并不是故意的偏心，只是相比于自己，哥哥更需要母亲的那份爱罢了。想通了这一切，兄弟俩之间的隔阂也彻底的烟消云散了。在回家的路上，哥哥说自己心中一直有一个愿望，就是希望宗贤能亲口叫他一声哥哥。宗贤微笑着将夹克披到哥哥身上，自尊心要强的他却始终没能喊出口来。第二天，哥哥取出了父亲留下的那台老相机，他决定继承爸爸的遗愿，用相机记录家人每一个幸福的瞬间。在他返校的前一天晚上，母亲的牙病却又再次复发，看着母亲疼痛难忍的样子，兄弟俩立马争着要出门去为母亲买药。和睦相处的温馨氛围顿时让妈妈满脸欣慰，但母亲却破天荒选择让哥哥去，这也是他第一次使唤哥哥跑腿。受到宠爱的弟弟瞬间幸福的无以言表。然而不久后却突然下起大雨，宗贤拿着雨具打算出去接买药的哥哥，没想到却在半路遇到了催收公司的老板，被他拿走的那笔钱一直迟迟没有归还，自然免不了被狠狠修理一顿。等对方打累了，宗贤也已经躺在地上奄奄一息，他拼尽全力艰难地站起身，可没走两步，却又突然被哥哥的发小迎面而来险些撞倒。好在对方并没乘人之危报上次被打之仇，反而满脸惊恐，就仿佛是撞见了鬼一样。宗贤虽然感到疑惑，但也没有太过在意，直到在附近巷子发现哥哥满身是血的躺在地上，他才意识到发小躲着自己的原因，原来是对方把穿夹克的哥哥当成了自己。为了报前天挨打的仇，他用砖头在背后发起了偷袭，只是没想到认错目标酿成了悲剧。宗贤连忙上前抱起哥哥，内心几乎接近崩溃。明明是他打了发小一架，被报复的那个人应该是他，没想到却阴差阳错害死了自己的哥哥。这一刻他真的后悔了，后悔那天不该跑去邻居家暴力催债，也后悔平时不该总是偷穿哥哥的夹克，更后悔刚刚不该让着哥哥出门来买药。然而这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得知哥哥突然逝去的消息，母亲同样是境界崩溃。今天本该是他送哥哥回学校的日子，没想到竟成了白发人送黑发人，而且今天还是他1年1度的生日。20年来他第一次收到生日礼物，是哥哥昨晚出去买药路过花店提前预定的，花束中还夹着一封信。哥哥在信中述说着对母亲的感恩和深情，也述说着对弟弟的想念与亏欠。宗贤读完信中的内容，才知道原来哥哥是如此的在意他，只是他再也见不到哥哥，再也不能喊那一声哥了。他骑着单车来到了曾经的校园，而他的后座却再也没有机会载哥哥一程了。来到当初和哥哥一起躺过的草地，那些来不及对哥哥说的话，如今却成了这辈子最难以释怀的遗憾。故事的最后，宗贤来到了照相馆，洗出了哥哥生前拍摄的照片，将他的笑容永远定格在了这个瞬间。也许有人会认为，是因为母亲对哥哥过于偏心，才促使了如今这样的结局。但其实在母亲眼里，哥哥只是一个需要照顾的孩子，而弟弟更像是一个可以依靠的丈夫。事实上，并不是母亲有意偏袒，而是哥哥比弟弟更需要母亲的关爱。